胃病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大多呢是因为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今天给大家呢推荐2种食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呢修复胃黏膜、养胃护胃。第一种，秋葵。秋葵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蔬菜，很多人喜欢吃。那秋葵中含有一种透明的粘液和丰富的果胶，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点秋葵能帮助养胃护胃。第二种，莲藕。莲藕呢也是一种很好吃又营养的食物。那莲藕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蛋白质，具有强健胃黏膜的作用。除此之外呢，莲藕中还含有黏蛋白，能够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也有非常好的养胃护胃的效果。那除了莲藕和秋葵，大家平时还可以经常的喝点蒲公英根茶、苦荞茶等，都能够帮助养胃护胃，预防胃部疾病。肝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有很好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。但是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都在让它受伤。尤其肝病偏爱这3种人，大家别忽视。第一种，爱生气的人。如果你经常生气、脾气暴躁，那么对肝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各种肝脏疾病。第二种，长期熬夜的人。晚上11点以后是肝脏排毒的时候，如果长期熬夜会影响到肝脏的排毒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种，饮食不规律的人。由于现在的人压力都比较大，很多人会忽略了饮食，经常饮食没有规律，如果长期这样也会给肝脏带来损伤，引起肝脏疾病。那俗话说肝不好人先老，所以日常养肝是很重要的。那该怎么养肝呢？下面推荐大家一个甩手动作，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一定距离，左腿弯曲，右腿保持伸直，脚尖都朝前，要感觉大腿内侧有拉伸感和酸痛感，然后2手放在身体两侧，5指张开，这样前后甩动手臂，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甩手3到5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肝经，起到疏肝理气、养肝排毒的效果。大家不妨试一试。生虫最多的3种食物，很多人一直当美食，医生几乎不吃。第一种，鳝鱼。鳝鱼又叫黄鳝，经常生活在稻田、小河、小溪等淤泥下面。因为鳝鱼的生活环境很容易被线虫感染，所以吃鳝鱼的时候，如果烹饪不当，寄生虫也很难死亡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荸荠。荸荠又被称为马蹄，外表是紫黑色的，吃起来清脆爽口。但是荸荠生长在水田、泥土当中，外皮以及内部很可能会被寄生虫或者是细菌感染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生吃。如果想吃，最好将它煮熟之后再吃。第三种，田螺。田螺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了，田螺中很可能存有寄生虫，即使是经过高温烹饪，其中的寄生虫也很难被杀干净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少吃。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，上面这些食物大家尽量就不要吃了，不要因为嘴馋给健康。睡姿叫做浑圆卧，每天睡前做10分钟，等于熟睡7小时，有很好的补肾气、改善失眠的作用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。首先，平躺在床上，双腿弯曲，2脚脚心相对，双手交叉放在头顶的百会穴，2个手臂要围成一个圈，2条腿也要围成一个圈，保持这个睡姿10分钟。这个浑圆卧可以帮助放松头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拉伸肾经，有很好的补肾气、促进睡眠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很简单，省时又省力，大家不妨试着做一做，让你躺着把肾气补回来哦。血管天然的清洁工，那经常泡水喝，专门清血管，身体更健康。黄芪。大家都知道黄芪有补气活血的作用，如果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还能够加速气血运行，有很好的降低血液粘稠度、清理血管的作用。山楂。山楂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山楂中含有一种黄酮类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用山楂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。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的营养很高，其中含有微量元素硒、粗纤维以及芦丁。
可以用它熬粥喝，或者直接用来泡水，有很好的软化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。说到甲醛，大家都知道，刚装完的房子里可能会有甲醛，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中也含有很多甲醛。那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你尽量少吃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。第一种，草莓。草莓如果放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坏掉，所以呢，很多商家为了能够让草莓放得久一点，可能会用甲醛来保鲜，所以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第二种，粉条。将粉条做成美食，那是非常美味的，但是呢，为了延长粉条的保质期，很多商家也会把粉条在甲醛中浸泡。如果我们吃了这样的粉条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第三种，颜色过白的食物。那生活中比如百合、银耳等，这些都是白色食物，所以挑选的时候大家都会挑选一些看起来比较白、比较干净的。但这样的也容易是甲醛的携带者，因为甲醛有防腐和漂白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，5到55岁是黄金养寿期，保护好这3个地方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第一，保护好体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身体开始发福，体重也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。若是身体过于肥胖，会对寿命造成一定影响，因为身体肥胖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导致很多疾病出现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体重还在正常范围内，长寿也会与你有缘。第二，保护好大脑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大脑也会逐渐的衰老，这样也很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。所以大家45岁以后要多注意饮食，多用大脑，这样可以预防大脑衰老，有利于长寿。第三，保护好双腿。腿脚是我们的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腿脚也会开始衰老，尤其是45到55岁的人，如果腿脚变得不灵活、软弱无力，那么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不利于长寿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能保护好双腿，腿脚灵活，健步如飞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那45到55岁是养命期，大家若能保护好上面这3个地方，长寿也许会中意。当然，过了60岁，基本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了，这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所以60岁以后呢，也是危险年龄期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要改掉2个习惯，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熬夜休息一下，也许还能够缓过来。但如果60岁以后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，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这时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。很多年过60的老年人平时不爱运动，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、下棋等。如果经常这样久坐不动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寿命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2个坏习惯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坚持喝水。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尤其呢是早上起床喝1杯水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二个，每天坚持运动。60岁以后应该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排毒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对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。很多人会被白头发所困扰，那中医认为肾者气化在发，有些人长白头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。那经常熬夜、压力太大，这样也会损耗肾气，使人出现白头发。所以想要延缓白发生长，首先要补足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就是踮脚敲打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2腰椎棘突旁开1.5寸，大约2横指的地方。第2腰椎就是与肚脐眼平齐处。找到肾腧穴之后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敲打此处。敲打的同时，双脚要踮起脚尖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，直到背部发热为止。敲打肾腧穴有很好的补足肾气、温补肾阳的作用。坚持敲打，肾气足了，白头发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肾气不足的朋友平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等等，对补肾防白发都有很好的效果。
也说背厚1寸，人显老3岁；背薄1寸，命长10年。所以背薄如纸才健康。那么该怎么让背薄下来呢？不妨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的站直，两脚分开，距离和肩膀一样宽，然后将双手手臂同时向后伸直，在臀部后面做拍手的动作，拍1次，再向头顶上面伸直，也是拍手1次。注意做的时候手臂要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，这样反复练习100次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将我们身体完全的舒展开，可以帮助打通后背淤堵的经络，减少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背，还有很好的保养后背的作用。那周易认为背为阳，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，所以养背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视了。上面这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你的背部慢慢变瘦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这样的人也容易长寿。不知道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